哟，赵公子，今儿又准备分逼不掏逛窑子了？没办法，被老爹净身赶出府，实在是无处可去。那还是老规矩，赢了吃喝嫖赌全免，输了老娘打断你的腿。好说好说，赶紧开始吧。这羊肉煮久了就老了，影响口感。赛局，我先来。听好了，如今有1尺长的绳子，若将其绕成圆形，其数长多少？我的天，这可是古籍残卷里的死局题！完了，这赵括的腿今天是断定了。赵括，你若是算不出来，就乖乖。就这不就是圆周率求直径吗？1尺除以3.141555926，数长为3寸1分8厘。啊！你怎么可能不用算术，瞬间得出此数，且分毫不差？什么？分毫不差？他真的算对了，他连手指头都没掐算一下。下一个，狂妄！算学不过是小道，听闻你自诩熟读兵书，我且问你：若两军对阵，双方兵力相当，地势均等，皆有上中下3等武将，如何排兵布阵才能稳操胜券？这又是哪门子的刁钻问题？这等绝对均衡的局面，神仙来了也得陷入苦战。赵家这废材，平日里只知道勾栏听曲，怕是连刀都没拿过。他懂个屁的排兵布阵！田忌、赛马这种几千年前的小儿科，也好意思拿出来显摆？什么马？以下等武将对阵敌方上等武将，以上等武将碾压敌方中等武将，以中等武将打敌方下等武将，3局2胜可破之。下一个，此等诡阵，蛇子求胜，细思极恐啊！以下等换上等，以上等换中等，妙，简直是妙绝，竟有如此奇效！这赵括，难道是兵法奇才？岂有此理！兵法不过是纸上谈兵。赵括，咱们来比算学实战，听好了。今有鸡兔空龙，上有35头，下有94组，问鸡兔各一何？鸡23，兔12。这赵括莫不是被逼疯了？随口胡诌几个数字？王胖子可是算学名家弟子，他都没拨算盘，赵括怎么可能一息算出？他算的毫不差，真的是鸡23，兔12。什么？分毫不差？这不可能！那若共100头，下有240组，兔20。鸡80，若足有400，头有150；兔100，鸡50；若头有100，足有260；兔30，鸡70。怪物，这是算学怪物！好一个避其锋芒，击其惰归。对照暗卫呈上来的经世文章，这赵家次子果然是在藏拙避婚。如此大才，朕怎能错过？问完了吧？问完就滚一边去，别挡着小爷吃肉。这极品肥牛煮老了，你们这群穷酸赔得起？这废物怎么突然变了个人？我怎么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？阿众取宠，算得快又能如何？懂点偏门阵法又能怎样？简直难登大雅之堂。我等读书人，当以诗词文章为正统。就是，周公子言之有理。今日华阴阁可是有花魁柳姑娘坐镇，柳姑娘最爱诗词，对算学那种粗鄙之物向来不屑一顾。今夜这文斗，谁若能在诗词上拔得头筹，便能隔帘听柳姑娘抚琴一曲；若能在诗词上拔得头筹，便能让花魁柳姑娘倾心，共度春宵也未尝不可啊！跟他比，周公子用诗词碾压他，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才学。吃个火锅都不让人清闲，行吧？今天不把你们的脸打肿，这顿饭是吃不安稳。既然要比，抓紧时间。我这老汤越熬越咸，顶级肥牛煮柴了的可是暴殄天物。死鸭子嘴硬。好，今日便以美人为题，让你知道你这纨绔与我们真正的才子有何与逆之别。春风拂柳玉楼空，佳人卷帘对翠红。笑语盈盈含秋水，引得狂客醉花丛。好诗，简直是妙手偶得。这花魁的入幕之宾，非周公子莫属了。赵括拿什么比？该你了。若是做不出，立刻磕3个响头，滚出去。就这水平，连小学生作文都比不上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果然煮老了。天哪，云想衣裳花想容，这是何等绮丽的词法，仙气！这简直就是仙人下凡才能写出的绝句啊！与之相比，周公子那首简直粗鄙不堪入耳。好一个云想衣裳花想容，他怎么可能做出如此绝妙的诗词？不可能！你这不学无术的废物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等诗句？抄袭！定是你花重金从隐士大儒手中买来的残稿！
你这个欺世冒名之徒！对，他今日刚被赶出赵家，哪来的闲情雅致？分明是早有预谋，无耻狂徒！速速跪下认错！输不起就耍赖，行，那我就把你们的脸按在地上摩擦，说我抄袭。既然你们知道我今日被扫地出门，净身出户，那小爷今日就再送你们一首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完了，我要沦为笑话了。不，我不能被一个废物踩在脚下。小何，你提前设局埋好了诉苦的事，除非让柳姑娘现场出题，你若能一步成诗，我今日就爬出去。既然周公子执意如此，适才听闻窗外风吹庭竹，赵公子傲骨铮铮，不如便以修竹为题，如何？连顿火锅都不让人好好吃。最后一首，念完赶紧滚，别影响小爷食欲。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源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好诗啊，绝世好诗！这分明写他自己，任凭百般刁难，仍岿然不动，傲视群雄。周公子晕倒了。连做3首千古绝名，一首比一首绝伦。此等才华，真正的谪仙将士啊！好一个任尔东西南北风！赵公子才情盖世，奴家斗胆恳请公子上楼一叙。今夜话音阁，只为公子一人抚琴。那可是清冷高傲的柳姑娘啊！多少达官贵人、豪掷千金都见不到一面。凭什么？他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丧家狗，凭什么能得到花魁倒贴？这要是传出去，绝对是千古佳话呀！上楼听琴就算了，小爷我听不懂阳春白雪，不过这首竹石就当见面礼送你了，以后拿去随便用，我不收版权费。不过，实不相瞒，我今日被老爹净身出户，我正急需一笔启动资金搞点小生意。这千古绝唱的独家演唱权我都送你了，不知柳姑娘能不能看在诗的面子上借我点银子花花，以后连本带利还你。借钱？跟青楼女子借钱？简直有辱斯文！千古绝句竟被当成筹码借钱，这是对读书人的侮辱！无耻，还以为他傲骨铮铮，弄半天是个来青楼打秋风的穷光蛋。去我的壮匣里取些银票来。姑娘，那可是您的赎身钱啊！快去！有了这笔钱，搞基建、提纯行盐的原始资本就有了。多谢柳姑娘慷慨解囊，算你天使园投资入股，以后飞黄腾达了，还你个天大的惊喜。这菜品是真不行，这粗盐里全是发苦发涩的杂质，不仅牙碜，还把我这极品肥牛的鲜味全毁了，暴殄天物。做千古绝句，连错京城才子，最后竟只是为了骗取一个青楼女子的银子。不，此等通篇奇才，怎会是目光短浅之徒？他这是在故意自污，用极致的市侩无耻掩饰他深不可测的城府与野心。好可怕的心计，连朕都差点被骗了。来人，加派人手，死死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少爷，咱们放着华阴阁的软饭不吃，跑这破院子里吸烟灰，连个馒头钱都抠不出来了，图啥呀？你懂个屁！少爷我是靠女人养活的吗？等这锅熬出来，把京城酒楼全包进来。阿福，把粗沙、细沙、碎木炭铺到过滤池里去。少爷，这黑炭能洗盐？少废话，这叫物理吸附。把过滤完的清盐水倒回铁锅里，猛火给我熬。少爷，水快干了！成了，极致纯粹的咸，没有苦涩，完美。少爷，这是仙家法术吗？黑石头粗盐变成白雪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？少见多怪，初中物理提存法懂不懂？赶紧把干净的小瓷罐拿出来，装罐密封。咱们今天就去给古代土豪们
这是他用那些发黑发臭的粗盐亲手提纯出来的。回陛下，确实如此。属下趁他们装罐时冒险偷出这一小撮，属下观察了3天，那赵公子没顾任何人，主仆俩满身泥灰，熬了3天3夜，制盐之法，连睡觉都守着。此等提存之法堪称神迹。朕以为他有了钱会招兵买马，没想到他明知这颠覆天下盐业的秘方会引来杀身之祸，宁愿亲自干苦力，也绝不假手于人。身负惊世才华，能咽下最苦的脏水。传旨，立刻加派天号暗卫，日夜轮班，暗中死死补住那处院子，绝不能让人伤他一根汗毛。朕倒要看看他到底能掀起多大的风浪。赵氏雪盐，天下第一鲜，每日限量100罐，先到先得。少爷，这能行吗？1两银子一罐，平头百姓买不起，达官贵人看不上咱们这破地方。慌什么？咱们这叫饥饿营销。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出现，铺子就该被踏破门槛了。天下第一鲜，好大口气！老夫什么山珍海味没见过？客官，您买一罐回去尝尝，保准满意。哼，打开我看看。这真的是盐？多少钱一罐？我全要了。1两银子，限购1罐。给我来1罐。何等鲜美！这鱼怎么做的？快叫刘一刀！回太师，这鱼没放别的，只是用了西郊那家赵氏甄选的雪盐，白如雪，细如沙，没有半点苦涩，只是要1两银子一罐。1两银子算什么？去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把他们的雪盐全买回来。太师吃了一道鱼，鲜得连舌头都差点吞下去。1两银子一罐，快派人去抢！逆子，混账东西！他捏着点石成金的秘方，竟然瞒着我！他眼里还有没有赵家？老爷息怒，二少爷铺子每日只卖100罐，而且他那雪盐的原材料终究是粗盐啊。若是这秘方落到我手里，不出3个月，整个大燕朝盐业都将是我赵家的天下。传我的话，通知所有盐商，任何人不得卖给赵妾哪怕1两粗盐。等他断了货源，自然会像条丧家犬一样跪在我面前。少爷，不好了，天塌了！大呼小叫干什么？老爷发了封杀令，现在市面上连1斤最劣质的粗盐都不肯卖给咱们了，存货只够明天1天，后天铺子就关门。拿垄断地位压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念那点可怜的血缘关系了。慌什么？卖盐利润太薄，累死累活赚不了几个钱，那只是少爷我用来引流的噱头罢了。引流噱头？把咱们提炼的猪油和碱水搬出来，准备刻刀和模具。咱们不卖盐了。卖能让京城女人疯狂，能直接吸干赵家客流的降维打击武器香皂。看好了，这叫皂化反应。光有去污能力不够，要想卖天价，还得有附加值。这是我用高度酒精从花中提取的植物精油，滴进去，香皂就有了灵魂。少爷，这东西真能比雪盐赚钱？废话。女人为了美能倾家荡产，这香皂去污如神，洗后肌肤生香，对于天天用猪胰子的古代贵妇来说，简直是降维打击。顺便让古人见识见识什么叫 VIP 会员制和盲盒抽卡的恐怖吸金能力。算算日子，断供3天，那逆子铺子里的存货早见点了吧？告诉门房，他若爬回来认错，先让他在外跪2个时辰。老爷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可是那逆子在门外闹事。不是啊，老爷，他弄出了叫香皂的妖异玩意儿，还有什么盲盒抽卡，城里的贵妇就像中了邪，全去他铺子送钱。什么？荒唐！一块破皂角能吸干我赵家客流？他们预存50两起步啊，抽一次盲盒就要5两，全京城贵妇的钱都在往他铺子流，咱们赵家的生意要被挤兑死了。去把护店五兽全叫上，带上棍棒，去把他的铺子砸了，打断他的腿，把秘方抢回来。有钱立刻交出秘方，不然砸烂破店，打断你的小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慢着，怕你们弄脏我刚拖好的地板。阿福，拉红绳。原来是生石灰，你这废物饿傻了吧？想用石灰迷我们的眼？初中化学最基础的知识点。我的脸水烧开了，救命啊！
专治大燕朝各种不服，还不快滚出去叫唤！别挡着我做大生意！阿福，把新招牌挂出去。诸位受惊了，今日提前揭晓至尊 VIP 积分兑换的终极神秘大奖。这是何等神物？连发丝上的金粉都照得一清二楚，仙宫宝贝啊！赵掌柜，这宝镜卖多少钱？我出2000两，卖给我。抱歉，此物有钱也买不到，乃 VIP 专属礼品。累计消费满500两的至尊客户，这面仙发宝镜免费送。快，回复拿钱，把首饰全当了！我办100两会员，让我抽20次盲盒，我砸锅卖铁也要凑够500两积分。谁敢来华阴阁撒野？哎呦，赵公子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少废话！这里是1万两白银，外加500两黄金。本公子今天来办2件事：第一，连本带利还柳姑娘的钱；第二，给她赎生。走吧，柳姑娘，少爷带你回家过好日子。老爷呀，自从2少爷的赵氏甄选开张，京城女眷的私房钱全像流水一样流进了他的铺子。咱们铺子里的苏绣行绸根本无人问津，可刘备2少爷全吸干了。老爷，不仅是外面，连咱们府上的一台大小姐都变卖首饰去排队抽盲盒了。荒唐！一块破香皂能翻起多大浪？他们预存50两起步啊！抽隐藏款玫瑰盲盒一次5两，几个杀红眼的夫人一天就砸几千两。咱们赵家铺子货物滞销，资金链彻底断了。逆子，那个畜生，他这是要断老子的根啊！我晕倒了，快传大夫！公子，风雪大了。无妨，看戏呢。这等大快人心的戏码可不常有。阔儿，爹错了，赵家破产了，爹走投无路了呀！阔儿，你开开门吧，你现在富可敌国，不能眼睁睁看着亲爹和族人在外面冻死啊！给爹留口饭吃，爹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2少爷，您宰相苏力能撑船，救救族人吧，我们愿当牛做马。少爷，外头风雪大，老爷他们快撑不住了，真不让他们进来避避。避风头，他们破产关我屁事，饿死冻死与我何干？当初我被陷害，被净身出户赶出家门时，他怎么不怕我冻死饿死街头？如果不是我有点本事，现在跪在雪地里要饭的就是我。阿福，传令，放狗赶人，谁敢踏进庄庄半步，直接咬死。我这里不养白眼狼。少爷，这可是老爷啊！执行命令，或者你下去陪他们挨冻。有了狗！逆子，连亲爹都放狗咬，你不得好死！快跑啊！少爷，外面来了一辆没挂徽照的黑马车，说是北方来的大商客，指明要见您，态度极其嚣张。北方商客，大燕北方可是镇北王的地盘，看来这块肥肉引来了真正的猛兽。有点意思，带他们去偏厅，我倒要看看北方的土鳖能拿什么筹码来跟我谈生意。你就是弄出血盐香皂的赵括，明人不说暗话。你那香皂配方和玻璃宝镜烧制法，我们东家看上了，开个价吧。哦，北方东家口气不小，打算出多少钱买我这几只会下金蛋的母鸡？100两不是100两白银，100两黄金。这锭金子是买命钱，外加保你今晚能活过今晚。100两白银连1罐血盐都不够，这是明火持杖的抢劫。100两白银买我日进斗金的聚宝盆，北方商客做生意都这么实在？别给脸不要脸！我们东家在北方势力滔天，捏死你比捏死蚂蚁还容易。这金子不收，就是催命阎王帖。催命，阿福，把我平时洗铜钱的神水端来。想用一杯黄水孝敬大爷，晚了。今天不交出秘方，明年就是你的忌日。孝敬你，想多了。只是觉得你这金子有碍关关。这
这是什么化蛊妖术？我的金子怎么化成水了？这叫王水，连最稳定的黄金都能瞬间溶解。别说金子，你们3个大活人沾上一点儿，我保证连渣都不剩。现在金子没了，拿什么买我的命？带着你的狗滚出去！好个化蛊妖术！我就不信你能拖中我们3个武林高手！给我上，砍断他手脚，搜出秘方！少爷，快跑啊！闭眼。我的眼睛好痛啊！提纯镁粉加氧化剂的闪光弹，连护目镜都没有，还敢直视？古代杀手真缺乏科学素养。回去告诉你们那狗屁东家，想抢我的东西，自己备好棺材。再敢派狗来狂吠，下次就不止闪瞎眼睛这么简单了。你这个妖人，你等着！少爷，那帮人下手太黑了，肯定是北方那位大人物派来的。他们要是带更多高手来暗杀，咱们怎么办？要不报官吧？报官？官府敢管镇北王的事儿？怕什么？我昨天让你埋在院门后和必经之路的东西都弄好了吗？回少爷，木炭、硫磺和硝石按您的比例碾碎混合，分装在10几个铁罐里埋下去了，还连了您做的压发引线。少爷，那些黑粉末能挡住刺客？仙丹算不上，送他们见阎王足够了。这套自动烧烤引火装置绝对有惊喜。行了，不用守夜，去睡吧。首领，没发现活人，进的邪门会不会有埋伏？埋伏？一个破落户少爷懂什么武林暗杀？主子有令，今晚杀进去，鸡犬不留，找出秘方。不好，有机关！退！这是什么暗器？天雷劈下来了！救命！我的真气挡不住这等天法之力啊！大半夜的，我测试黑血药配方，你们瞎踩什么地雷？威力还是差了点，下次得用雷酸膜做起爆药。天雷，你竟然能操控天雷，不用施法就能引下天罚，你是怪物！少见多怪的封建文盲，这是物理爆炸，跟天雷有个毛关系？你休想活捉我，我死也不吐半个字！少爷小心，他有自尽！拼命，在我的地盘，我让你死，你才能死。少爷，这琉璃罐装了雷公电木的法术，这叫莱顿瓶静电纯谱器，费劲存的电给他做免费电击疗法了。找铁链把没断气儿的刺客绑了。明天后院高炉缺洞里，不能白瞎这身好武功，让他们带上脚镣去踩人力发电机，没累死就往死里踩。老天爷啊，赵家少爷会掌心雷，他是活神仙呐！陛下，昨夜他在山庄私设妖阵，用妖雷残杀10余人，此等妖人若不诛九族，何以平民愤？放肆！陛下，那天雷伤人是街坊亲眼所见。良民，睁开狗眼看清楚！15个手持淬毒金刚剑的顶级杀手半夜翻墙，你告诉朕是路过良民，你当着大燕天下改姓镇北王了？臣不敢！你们天天哭国库空虚，那赵括一个香皂铺半个月的商税，顶你衙门3年岁入。这等奇才，你们想诛九族，想断了朕的江山吗？陛下，他私藏火器引天雷，若不除必成大患呐！够了，除掉！愚蠢至极！此等通天奇才，若被野心家拉拢，才是灭顶之灾。唯一的办法，就是用最牢固的锁链把他绑在皇家战车上。传朕旨意，赵括各赐为当朝皇夫，定于1年后完婚。陛下万万不可呀！他一介商贾弃子，怎配享国婚？退朝！少爷，您要当皇夫了，咱们飞黄腾达了。皇帝老奶要招您当上门女婿了。
飞黄腾达个屁！完了，全特都完了。这狗皇帝肯定是看上我赚的那几万两白银了。少爷，您疯了！陛下赐婚是让您当主子啊！你懂个屁！你用核桃大的脑仁想想，古往今来哪个皇帝会把权力分享给平民？凡是入赘皇家的哪个有好下场？榨干价之后一脚踢开。1年后成亲，那是在安抚我。他看中的是我制造黑毁药的配方。这1年榨干价之后，就是抄家灭族。阿福在，立刻停止香皂和玻璃宝晶发售，关门歇业，把钱庄里所有现银1分不留全部抽调出来。啊！去黑市，不惜一切代价买铁，买硝石木炭，买生铁锭，把库房里的无缝钢管全搬出来，把化肥厂改成炸药厂。狗皇帝想吞我财产，想白嫖我技术，没门儿！横竖都是死，我必须在这1年内拥有掀翻其桌的绝对实力。想抄我家好啊！等你的大军开过来，老子先用红衣大炮炸平你的皇城。少爷，无缝钢管的精度还是差，膛线刻不均匀啊！废话，纯靠手工打磨能高到哪儿去？等我弄出第一批碎发枪和红衣大炮，有了自保能力，老子第一件事就是手搓蒸汽7床，到时候连加特林都整出来。赵括，接旨半月还不进宫谢恩，想抗旨吗？放肆！你现在是陛下钦点皇夫，这泥腿子粗鄙模样，成何体统？本官今日奉密旨来清点你落雁山庄全部家产，核算嫁妆。还算嫁妆？这不就是变相抄家吗？果然是冲着我的财产和技术来的。狗皇帝连半个月都等不及，派人明抢了。清点家产，充公。陈大人，我若是不给呢？不给？你敢抗旨造反？哼！你的钱是陛下的，这满院破铜烂铁也是陛下的。御林军听令，给我搬，全部贴封条搬回国库。阿福，拉2号闸门，给军哥们看个魔术。得令。什么声音？你搞什么鬼把戏？不得动！怎么回事？有邪力在扯我的刀！抓紧！我的手腕要断了！药法，这绝对是药法！让妹妹妖怪吃住了！害怕！你是会使妖法的妖孽，你敢对皇家禁军施展妖法？电刺铁柱通电产生强磁场，初中物理入门实验，在古人眼里就是妖法，连基础物理常识都没有，凭几把破刀也敢抄我的家？回去告诉龙椅上那个贪得无厌的狗皇帝，想要我的家产和技术，让他亲自提着脑袋来拿。至于皇夫的位子，我不稀罕，滚！反了，赵家世子造反了！天哪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赵老弟，你究竟在打造什么怪物？随便弄点保命小玩意儿。老黄，如果是来劝我接旨当狗屁皇夫的，你可以转身出门了，我没空听废话。赵老弟，陛下赐婚是光宗耀祖的天大恩典，你为何如此抗拒？恩典？我看是催命符。老黄，你用脑子想想，那狗皇帝看中的是我吗？他看中的是我的脑子，是我这日进斗金的产业和秘方。入赘皇家，一旦进宫，生死全凭他一句话。我赵钱的命和财产，绝不交到一个素未谋面的皇帝手里，绝不任人宰割。陛下绝非那种人，当今陛下爱财如命，赐婚是想与你共治天下，绝不会贪图家产。画大饼谁不会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太天真了。权力游戏里只有利益。你若抗旨，可知后果。你这些奇技巫效确实能打退陈侍郎，但是皇家暗卫高手如云，更有以一当十的武林宗师。若朝廷动怒，大军压境，数名武林宗师暗杀，你挡得住千军万马吗？武林宗师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对真正的力量一无所知。阿福，把昨天拉回来的金刚岩搬过来。老黄，这金刚岩是大燕最硬的石头，你们的大内第一宗师能一拳打碎它吗？金刚岩刀剑难伤，即便是大内第一高手全力一击，最多也只能留下几寸掌印震出裂缝，想完全打碎，非人力所能及。才几寸深，太弱了。
老黄，睁大眼睛看好，让你见识见识超越肉体极限的纯粹工业暴力。这怎么可能？没有真气波动，一堆死物拼凑的钢铁，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毁天灭地的力量？帕斯卡原理，水压机放大压力，这几百吨压浆，别说石头，钢铁也给你压成铁饼。在绝对的工业物理力量面前，所谓的武术真气只配去天桥底碎大石。大内宗师，来一个我压扁一个。老黄，你现在觉得那狗皇帝的千军万马能踏平我这落雁山庄吗？不能再瞒了，大燕绝不能失去这样的国师。赵老弟，其实我……嘘，有老鼠进来了。不好，有刺客！这刺客气势绝对是不出世的顶尖杀手。真烦，吃个花生都不安生。连看都没看一眼，就瞬间秒杀顶尖高手的暗器。红外线半线触发自动连弩，在我这高科技防盗系统面前，武林高手就是个人形靶子。镇北王的余孽真烦，早晚平了他的大业。对了，老黄，你刚想说什么？脱衣服干嘛？我对男人可没兴趣。怎么说？人家秒杀大内高手，压碎金刚岩，根本不需要女帝当后盾，热极了连皇宫都能平了。没啥，屋里太热。老黄，你聪明绝顶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你要干什么？既然这大燕朝不给活路，你别当商客了，跟我干票大的，跟我造反吧！你说什么？拉着当朝皇帝去造皇帝的反，这他妈是什么地狱笑话？狗皇帝贪图我家产，逼我入赘，想把我当猪仔，咱们合伙掀了这大燕的桌子。事成之后，我当皇帝，你当宰相，天下财富平分。疯了！你绝对疯了！朝廷有100万大军，镇北王有30万铁骑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你拿什么养军？没粮食3天就兵变。粮草，老黄，你对真正的农业科技一无所知。阿福，把刚收获的奇迹小麦端上来。这是什么品种？这等产量，若推广开天下，岂有饥荒？你怎么种出来的？化肥催化加杂交选种，亩产翻3、4倍，像喝水一样简单。高温杀菌真空肉罐头，保质期3年。我手里的粮草后勤足够养活横扫天下的铁骑。不行，必须阻止他100万大军，真的会被他摧枯拉朽般击溃的。不，赵老弟，皇家有最精锐的神机营，有火筒和红衣大炮，你拿什么跟重火力正规军抗衡？其实当今皇帝是个好人，你不要造反好不好？神机营的烧火棍也配叫重火力？老黄，你被封建皇权洗脑太深，走，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底气。什么叫工业时代的钢铁洪流？阿福，先王。列阵！大燕朝完了。老黄，看到没有？跟着我，咱们带着这只钢铁洪流，把那狗皇帝轰成渣！这是。